德黑兰是否已经走到了那个只差一个决定的时刻？伊朗距离核门槛可能已经不再是能力问题，而是决心问题。这不是一场关于未来的预测，而是全球情报系统正在倒数的时间。请注意一个关键指标：突破时间。这是指一个国家获得足够制造一枚核弹所需的武器级核燃料所需要的最短时间。10年前，这个数字是1年，而在今天，这个窗口已经被压缩到了以月为单位。当浓缩铀纯度逼近武器级别，时间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但真正让这场危机变得致命的是它的起点。这条通向核武的不归路其实是一项公开合作的遗产，并且它是美国亲手为伊朗铺就的。德黑兰最初的核反应堆，最早的一批浓缩铀燃料全部源自华盛顿。那么我们面对这2个最紧迫的问题：那个曾经被美国点燃的引信为什么再也无法熄灭？那个正在归零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核武真正改变世界从来不是爆炸的那一刻，而是世界开始相信它存在的那一刻。当美军双航母战斗群在地中海就位，2500枚弹药如雨点般砸向伊朗核设施时，全世界都在问，那个所谓的核武倒计时是否已经归零？故事的起点不是什么隐秘的实验室，而是1953年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著名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演说。在冷战初期，美国希望通过分享民用核技术，将关键的地缘盟友紧紧捆绑在自己的战略轨道上。而在当时的中东，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就是伊朗的巴列维王朝。1957年，美国与伊朗签署了核合作协议。1967年，德黑兰核研究中心正式落成，其中的核心设备是一台5兆瓦的研究型反应堆，正是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提供的。在那段蜜月期里，伊朗的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核工程，美国的专家在德黑兰手把手指导运行。那时候，这套体系被视为现代化的勋章，但华盛顿没有料到，它不仅送出了一台机器，更送出了一套无法收回的知识体系。1979年，引信被点燃，伊斯兰革命爆发，德黑兰街头的一夜巨震让伊朗从美国的海湾警卫员变成了头号对手。美国迅速切断了所有合作，撤走了专家，冻结了核燃料供应。然而，物理设备留在了原地，受过训练的人才留在了原地。更重要的是，尽管技术的中断，但德黑兰的新政权决定把这个能源项目进行下去。但如果这真的只是一个能源项目，新政权为什么要冒着全面制裁的风险继续保留它？从这一刻起，核计划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在长达8年的血腥消耗中，萨达姆的军队对伊朗士兵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与此同时，德黑兰在国际制裁下几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这场战争让伊朗的领导层明白了一个极其冷酷的现实：当一个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时，所谓的国际法和外交准则在缺乏绝对威慑力的情况下只是一张废纸。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下一次危机再发生，伊朗要靠什么来确保自己不会再次孤立无援？这种安全焦虑直接推动了核计划的重启与质变。进入千禧年，德黑兰观察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非洲，利比亚的卡扎菲宣布放弃核计划，试图换取西方的好感；而北韩在制裁与孤立中坚持推进核试验，却换取了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谈判筹码。一个放弃核计划换来政权终结，一个坚持核试验换来谈判席位。在德黑兰的战略会议室里，这个对比不需要太多解释。核武器对伊朗来说从来不仅仅是攻击工具，它是一份生存保险。这种逻辑，这正是典型的安全困境。当你认为提升武力是自卫时，对手会认为这是威胁，从而进一步施压，而对手的施压又反过来证明了你必须拥有绝对武器的正确性。这种恶性循环让伊朗核计划从一个能源项目进化成了政府的护身符。从这一刻起，它不再是一个工程项目，而是一种深植于政权结构中的心理安全机制。制裁虽然让伊朗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但也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它迫使伊朗的核工业走向了深度的自主化与隐蔽化。当外界试图通过切断供应链来阻止它时，德黑兰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黑暗中建设地心机工厂。这种在压力下成长的韧性，让伊朗核计划不再只是一个技术指标，而是一种民族意志的投射。技术最初源自美国，但发展的动力却源自对美国及其秩序的极度防御。历史的讽刺在于，那扇由华盛顿亲手开启的窗户，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暴后，已经变成了一扇关不上的门。核武在德黑兰的定义里已经等同于主权，而当主权与核按钮挂钩，博弈的性质就彻底变了。这种深层的不安全感让伊朗核计划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轨道。当地心机在夜色中爆炸，为了阻止这颗种子的成长，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开始了。这场战争不在边界线上，而是在实验室的服务器里。在深夜的街头，在那些被精准定向的爆炸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冷峻的逻辑：
当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成为顶级情报机构不惜代价要定点清楚的目标时，这本身就是对其核技术成熟度的反向指标。最典型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20年11月27日，伊朗顶级核科学家被西方称为伊朗核武计划之父的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遭遇刺杀。根据外界披露的信息，这场行动高度精准且技术复杂。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讨论刺杀的戏剧性细节，重点应该是法赫里扎德的死不仅是对伊朗核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更向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伊朗的核科研已经跨越了理论阶段，进入了高度敏感甚至具备实战潜力的末端。如果一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对手通常会选择外交施压或经济制裁。当一个核项目进入最敏感的阶段时，阻止它的手段也会随之升级，从名为阵网的尖端病毒瘫痪离心机，到纳坦兹核设施变电站的神秘爆炸，再到一系列核心科学家的失踪与遇害，这一系列暗战的强度与伊朗核能力的成熟度成正比。然而，这种高强度的破坏虽然延缓了进度，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让伊朗学会了狡兔三窟。他们将核心设施转移到更深的地下掩体，将研发流程去中心化，每一次暗杀和破坏反而更加坚定了德黑兰核突破的决心。在他们看来，外部阻止的强度本身就证明这条道路的重要性。2026年的今天，暗战似乎进入了低潮，但那未必是局势缓和，而可能意味着技术已经不再容易被摧毁。现在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而是他们现在还差多少。如果我们把政治立场全部拿开，只看冷冰冰的技术指标，局势会更加令人不安。在情报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词：核门槛状态。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了一切制造核武器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唯一的障碍只是它尚未进行最后的组装。目前的伊朗正处于这个门槛最边缘的位置。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浓缩铀的等级陷阱，这是目前外界最关注的焦点，也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天然铀矿石中具备裂变能力的铀235含量只有 0.7%， 民用核电站通常只需要提纯到 3%到 5%。 如果你需要制造核动力潜艇或研究核反应堆，可能需要 20%， 而要制造核武器，公认的标准是提纯到 90% 以上，也就是所谓的武器级浓缩铀。很多人认为从 60% 提纯到 90%， 在进度上还有1/3的路要走，但在核物理的计算中，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浓铀缩的过程并非线性的，从 0.7% 提纯到 20%，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整个浓缩工作量的 90% 左右。因为在初始阶段，你需要处理数以吨计的原材料，过滤掉海量的杂质，而一旦浓度达到 60%， 也就是伊朗目前的公开水平，剩下的提纯工作在技术上几乎只是一层窗户纸。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为什么伊朗还没有宣布拥有核武？当你已经站在 60% 的高度时，进入 90% 的区间，不再需要庞大的工厂，技术难度已经远低于初始阶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概念：突破时间。所谓突破时间，是指一个国家在决定制造核武器后，获取足够制造一枚核弹所需的武器级核燃料所需的时间。在2015年核协议签订时，这个时间被认为是1年，但在2026年的今天，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和各国情报机构的推算，这个时间可能已经缩短到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周。请注意，这个数字的巨减并不代表伊朗的离心机变快了，而是代表他们的起始线迁移了。伊朗目前就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已经站在了距离终点线不到10米的地方，正在原地踏步。他随时可以冲线，但他现在选择不冲。这种状态才是对国际秩序最深层的压力。但有了燃料就等于有了核弹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涉及到了核计划中最神秘，也是外界情报最难穿透的区域——小型化与武器化。核燃料只是一堆具有放射性的金属，要让它变成核弹，你需要把它装进一个极其精密的包裹里。真正复杂的部分在于如何让裂变反应在极短时间内稳定发生，这需要高度精密的工程控制，而这部分细节外界几乎无法掌握，这正是目前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所在。伊朗到底掌握了这些技术吗？有些情报分析认为，伊朗在2003年之前的阿马德计划中就已经完成了大量的计算机模拟，甚至进行了非核爆的引爆试验。但也有专家认为，即便掌握了理论，没有经过实弹试爆，伊朗无法确认弹头在真实弹道环境下的可靠性。这种情报真空让世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赌局。正如我们开头所说，当一个国家跨过核门槛，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它使用核武器，而在于它拥有核武器带来的战略益处。伊朗目前拥有的中东最大规模、型号最齐全的弹道导弹库，就是这些潜在弹头的现成载具。从流星到霍拉姆沙赫尔，其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中东。在理论层面，具备导弹技术的国家拥有实现整合的基础，但真正的可靠性仍取决于复杂测试与验证。
总结来看，技术问题正在逐步让位于政治问题。决定伊朗是否在明天就拥有一枚实战核弹的因素，早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离心机够不够快，也不是科学家的论文写没写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德黑兰内部那套复杂的权力结构中那颗政治意志的棋子何时落下。伊朗在玩一场极其危险的平衡游戏，它维持在即将获得但尚未获得的状态。这种极为脆弱的模糊就是一种威慑，作为与大国博弈的最高筹码。但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当外界无法确认其武器化进度时，每1分钟的等待都是在增加战略误判的风险。当技术问题让位于政治问题，真正危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要理解伊朗的核决策，你不能只看在电视上发表讲话的总统。在伊朗独特的政治体系中，权力的结构是双层的，也是高度垂直的。最顶端是最高领袖，他是权力的终点，也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哈梅内伊曾发表过一份著名的禁令，宣称核武器违反伊斯兰教义。有的观众疑惑了，最高领袖说核武器违反教义，那怎么伊朗并没有销毁呢？我们不能被哈梅内伊的表象所欺骗。这个禁令有2重含义，首先是火力军前面提到的，从60%浓度的油到核武器，伊朗其实只差一层窗户纸。如果真的搞出来核武了，事态将进入不可逆的状态。而60%的浓度既可以换取谈判筹码，又能擦边踩着红线保持威慑。更重要的是，这份禁令是宗教立场。在战略分析视角下，这份禁令既是宗教宣示，也为外交博弈提供了空间。它为伊朗在被动时刻提供了外交挡箭牌，同时也保留了随时根据安全环境重新解释教义的权利。在伊朗，最终决策层高度集中，而中间层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一支独立于国防军、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的精英力量。他们不仅掌握着伊朗最先进的导弹库，也深度参与了核设施的安保与建设。对革命卫队而言，核能力被视为非对称威慑体系中的最高层选项。他们更倾向于将核能力视为一种政权生存的硬通货。随着地区局势的摩擦升级，革命卫队在核决策中的权重正在显著超越传统的行政官僚。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我们面对着2种可能的未来情景。当决策时刻真正到来，德黑兰会选择哪条路？情景1，务实派主导的模糊威慑。如果伊朗内部的理性逻辑占优，他们可能会选择维持在技术门槛附近，而不进行公开测试。这种状态可以同时制造威慑与否认空间。他不进行核试验，不宣布拥有核武器，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门槛上，维持一种将出未出的危险。这种策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与美国博弈的最高筹码，换取制裁的缓解和地区利益的保障。这是一种代刃的谈判。他在不触发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榨取核能力的政治红利。情景2，强硬宗教体系主导的硬性突围。如果强硬派认为生存环境已经恶化到极致，或者通过谈判无法解除制裁，他们可能会选择跨过红线，选择公开跨越门槛，通过明确姿态重塑博弈框架。这将是一场决定伊朗未来的孤注一掷，其目的是彻底改变博弈规则，迫使世界像接受北韩一样接受一个拥有核武装的伊朗。在这种情景下，区域安全风险将呈指数级增加。中东多个国家将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选项，一旦连锁反应启动，地区核化趋势将难以逆转。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战略事实：真正使用核武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德黑兰的决策层非常清楚，核武器最大的价值在于未发射之前，一旦发射就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和政权的灰飞烟灭。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核弹的爆炸，而是发射核弹的能力。当一个被西方长期制裁且具有强烈地缘扩张色彩的国家拥有了核能力，世界对它的每一次制裁、每一次干预都将面临完全不同的代价核算。这才是核计划带给德黑兰的最大红利。它改变的是谈判桌上的筹码结构，而当它拥有之后，世界会如何调整规则呢？70年前，当第一批印着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标识的设备运抵德黑兰时，它被寄予的是现代化与能源自主的愿景。没有人预见这项技术会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全球安全议题中最敏感的变量。从和平利用到战略门槛，从科研项目到地缘筹码，伊朗核计划的轨迹本身就是冷战遗产与地区现实交织的产物。核武改变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军力结构，它改变的是谈判桌上的权重分配，是制裁与反制之间的计算方式，是干预与克制之间的风险阈值。一旦一个国家站上核门槛，它所获得的并非使用权，而是被重新评估的资格。技术一旦扩散，知识一旦体系化，就很难被完全逆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讨论焦点早已不再是否能够阻止，而是如何管理风险。伊朗是否会跨出最后一步？也许答案并不在某一次生命之中，而在更漫长的博弈曲线上。
倒计时仍在继续，它既是时间问题，也是谈判问题。真正悬在世界上空的不是某一枚核弹，而是那条始终若隐若现的红线。当所有人都在盯着门槛时，也许最危险的从来不是跨越本身，而是误判。好了，关于伊朗核问题，今天就聊到这里。您认为在哈梅内伊被制裁的情况下，伊朗要不要打破宗教底线？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伊朗的这种60%威慑是否起到作用了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